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楚月瑶没有想到会在同一天失去爱情和他引以为傲的工作，但自己并不后悔。与其默默承受一切，不如正大光明地讨回来。即便闹得鱼死网破，只要自己心里舒服，就一切都值得了。楚月瑶，你曾是我最爱的人，为何非要闹得这么难看？前男友秦燕青冷漠地看一眼他，昔日的温情如今只剩恨意。就是自己最爱的女人，把他的私事闹到学校领导面前，让他迫于压力而辞职了。秦燕青，你也说了，曾经最爱的人，那既然你已经选择背叛我，就该想到后果。你能护他一辈子，却收不住你的事业，这也算是你的报应了。楚月瑶淡然一笑，想要就此离开，却被前男友扯住胳膊。你现在毁掉我，以后你会后悔的。我从未爱过赵锦秋，是你非要把我推到他身边。楚月瑶，我们谈了2年，你就真舍得分手？他反正是舍不得的。我从不可怜一个背叛者。楚月瑶甩掉他的手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她从大学毕业后，爱了2年的男朋友，如今领了新的身份，好一个前男友，当着现女友的面来挽留自己的前女友，光是看到这一幕都觉得膈应了。门在要关上的刹那，就听赵锦秋轻飘飘地来一句：燕青，还有半小时，去国外的飞机就要起飞了，你确定不走吗？原来挽留是假，他们都已经要结伴出国了，复合不过是表面的敷衍。下午回到公司，楚月瑶就办理辞职的手续。正当她收拾东西时，女同事朱晓已经站她身边了。楚部长，临走还要举报我，你真是坏得很。可你还不知道吧，我就要嫁给萧琛，只要有他的帮助，什么样工作找不到？朱晓得意的一笑，而楚月瑶却鄙夷地看他一眼。你想多了吧，萧琛要去国外的公司，而跟他一起走的只会是父母认定的未婚妻，而你只是一个曾被他利用的棋子。你想多了吧？不可能，他明明已经答应我，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朱晓还不算太笨，狐疑地盯着他。楚月瑶讥讽的一笑，才淡定地说：我见过他的未婚妻，是他告诉我的，而且当时误会我才是萧琛的情人。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是好朋友，而你的存在早在1周前就被他的未婚妻知道。朱晓，不信你可以等着，看谁说的是对的。你明知我也被骗，为何还要在老板面前举报我，害我丢工作？朱晓明显急了，脸色变得十分难看。他收拾好东西，托起纸箱子，才迎上朱晓的眸子。这本来就是两码事。朱晓，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不该做那个破坏人感情的情人，这是你该得的下场。我也辞职了，所以咱俩再不会遇到。撂下一句话，楚月瑶笑着离开办公室。这是他工作3年的地方，如今惨淡离开，或许一切的繁华终究要回归平静。他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，失去拥有的一切并不可惜。或许他就从未真的拥有过，这样一想，也就心安理得了。楚月瑶刚坐进车里，就收到远在国外母亲的电话，说是姥姥生病了，让她回老家一趟。妈，我要找工作。那就先别找工作，等你姥姥身体好些，再找也来得及。对了，跟你姥姥在一起，少点外卖，
尽量买菜做饭，像个正常人一样，好好的生活。妈，我哪里不像正常人？哪个不正常的人可以月收入几万块？他不服气地辩解。电话那头的母亲无奈地叹口气，哪个正常人会每天点外卖？还有你那个男朋友，谈了2年，还不带回来让我帮你看一眼，现在好了，被人家甩了吧？楚月瑶，像你这么墨迹的人，就不该谈恋爱，就该怎样？母亲顿一下，才说就该直接闪婚，省得谈着谈着再散了。结婚也能离婚，一切都有变数。他不服地反驳，那也好过你白白浪费2年时间。瑶瑶，如果再遇到好男人，你就该跟妈妈学，先婚后爱，把人拐回家，再慢慢谈感情，人生也就圆满了。妈，女人当自强，没有男人，我一样过得很好。而且若再遇到好男人，我依然相信爱情，只是他欲言又止了。好了，我也不跟你墨迹了，你爸爸还在等我去看电影，先挂电话了。都来不及说拜拜，母亲就匆匆挂了电话，而楚月瑶还傻傻地捏着手机，望一眼窗外的风景，刚才还艳阳高照，现在竟乌云遮天，就像他此刻的心情，说不出来的伤感。失业不可怕，失恋也没问题，可当这两者凑到一起，就让楚月瑶有些烦恼。难道真是自己得罪了老天，才会让一切苦难一股脑地出现在他面前？他竟有几分抑郁了。或许母亲说的对，人要是哪天抑郁了，就要回归原来的地方，或许在儿时熟悉的山水间，能找到想要的答案。失业后的第3天，楚月瑶就买一张回老家的火车票，打算回老宅陪姥姥。走出火车站时，楚月瑶的手机和钱包都丢了。正当她锁定目标，想要报警抓人时，却被小偷的同伙却将她堵在厕所的拐角，一脸凶相地开口：“我们只是要钱，你要是敢报警，或许会招来杀身之祸。要钱，你们自己挣啊，我这些钱也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。这样吧，里面有2000块，咱们一人1半，这是我最大的让步了。”男人诧异的一笑：“你还真是淡定，竟在跟我讨价还价。难道你不知道，不要试图惹怒坏人，否则你会下场很惨，是吗？这里到处是摄像头，你们想要杀人，恐怕逃不出这里，就会被警察抓起来。所以说呀，我只要钱，你只要把手机里的钱转给我，我拿钱走人，你提包离开，咱俩互不相欠。或许等到某天，在我翻身有钱后，会把今天借你的钱翻倍的还给你。”正当两人在僵持时，一个高大帅气的男人正朝这边走来，在站在他们身边时，才低沉地说：“把他放了，想要多少钱，我可以给你。”你说真的？不会把警察已经招来了吧？男人谨慎地问。他炒股输了，已经是倾家荡产，不在乎背上一条人命，最起码在牢里不会饿死。江靖宇递给他一张卡，这张卡没有密码，里面有1万，足够你生活一点时间。与其鱼死网破，不如给自己留一个机会。你只是暂时的失败，这辈子还很长，你完全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再一次成功。万一你卡里没钱呢？江靖宇淡然一笑：“你把它放了，我带你去取钱，而且有我在你手里，你也就不怕我耍花招了。跟我走。”男人用刀子
抵住江靖宇的后背，而他只是一笑地望向楚月瑶：“麻烦帮我看下行李，等我回来。”他点头：“好，我等你回来。”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楚月瑶才敢大口喘口气。原来人在倒霉时，真的可以随时遇到麻烦。幸好遇到好心人，不然他今天可能撂在这了。十几分钟后，江靖宇一身轻松地走到他面前，挤出笑地开口：“谢谢你帮我看行李。”他没难为你吧？江靖宇摇摇头，两个人被公司辞退，就想着玩股票实现人生价值，结果又被套牢，没办法才想着抢钱，都是可怜人，能帮就帮呗。楚月瑶伸手摸上他额头：“你没发烧吧？净想着帮他们找理由，他们这是犯罪，而你这样的举动，很有可能是在害他们。”江靖宇憨憨一笑：“人都有善良一面，我不想把他们逼入绝境。就像他刚才说的，哪天自己翻身，就当是连本带息还给你，这未必不是他的真心话。对了，我们也算经历过生死的伙伴，还不知道你叫啥？”楚月瑶、江靖宇两人互相自我介绍后，就相视而笑。楚乐瑶递给他一瓶水：“我还要坐公交车回镇上，就先走了，有缘再见。”“好，希望还能再见。”两人挥手告别后，就各自坐车走了。他原本以为跟江靖宇的相识只是一个意外，还是一个不算美好的回忆，却万万没想到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他们竟又偶遇了。回老宅的1周后，姥姥从医院回来，说要见一下自己的闺蜜，让楚月瑶去菜市场买了许多菜，只为好好款待闺蜜和她的孙子。在打开门的刹那，楚月瑶惊得愣在原地：“是你？你不会就是林奶奶的孙子？”江靖宇脸红的一笑，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。说完，他递过来一束花，是新摘的玫瑰花，奶奶花圃里的，娇艳欲滴，十分的耀眼。楚月瑶接过花，侧身请他进屋：“你先在客厅坐一会儿，晚饭马上就好。”“我帮你。”“你是客人，怎么能让你帮忙？”可他话说一半，就决定乖乖闭嘴了。因为江靖宇戴上围裙后，熟练的切菜、备菜以及开火炒菜的流程都是行云流水一般，才不过半小时，几个色香味俱全的菜已经摆在餐桌上了。“帮我摆好碗筷。”“哦，好。”楚月瑶乖乖地照做。等到饭菜都摆在桌上，两人已经变得熟识了。“你也辞职了？那我们还真是相似。”楚月瑶苦涩一笑了。辞职未必是坏事，能够有时间思考过往，也是为了更好地开始新工作、新生活。你说呢？他递过来一杯红酒，笑着问：“你倒是万事不愁。”他竟有些佩服江靖宇，无论遇到何事，都能坦然处之。这样身心开朗的人，如果做他的朋友，很难不快乐吧？瑶瑶、靖宇，你们慢慢吃，我和林奶奶去外面溜一圈，你们不着急收拾桌子，反正时间还早。两个老人家笑着走出房子，只为给孩子们更多独处的时间。林奶奶真的很可爱。楚月瑶笑着打破沉默：“他们是想撮合我们，不过你不用有负担，他们也只是说说而已，不会强逼我们的。”江靖宇淡笑地盯着楚月瑶，许多年未见，她依旧这么善解人意，又娇美动人，只可惜儿时说过的话，某人儿似乎早就忘了。“你也失恋了？”他狐疑地问。
江靖宇摇头，我这些年一直忙着学业和工作，从未想过恋爱的事，所以奶奶可能担心。他话说一半打住了。林奶奶担心什么？不会担心你喜欢男人吧？他脸红的点头。楚月瑶因为多喝了一杯酒，说话也随意了，淡笑地盯着他眸子。如果一切是真的，你是攻还是受呢？这么敏感的话题，让江靖宇脸红的脖子了，轻咳一声，才低哑地说：我喜欢女生，如果遇到喜欢的人儿，会主动追求她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眼神灼灼地盯着楚月瑶，不过是一个错觉，让他脸颊一烫地低下头。那个酒也喝完了，我去给你倒杯蜂蜜水，醒酒。他逃命似的溜进厨房，而紧盯着他的一双眼睛，始终没舍得移开。不用麻烦，我先走了。你要走了，那我送你。楚乐瑶提着半个西瓜，跟在江靖宇身后，两人一前一后走出院子。分开时，他挤出一丝笑，这半个西瓜是姥姥要我给你的，说林奶奶最喜欢吃她种的西瓜。瑶瑶，谢谢你了。客气啥，都是邻居，她们也是多年的闺蜜，礼尚往来是常事。江靖宇抿嘴一笑，那我呢？啊？他被一时问懵了。你觉得我们能做朋友吗？他低声问。楚月瑶笑着拍一下他肩膀，能啊，当然能了。你在火车站救过我一命，说起来你是我救命恩人，江恩人，明天见了。好，明天见。江靖宇温柔地朝他一笑，想要抱一下，却终是忍住了。毕竟在楚月瑶心里，他们只是初次相识，若是太热情，或许能把他吓跑。既然已经等了这么久，也不在乎再多等一下。毕竟一段稳定的感情是该细水长流，而不是所谓的怦然心动。在老家的日子总是很惬意，每天晨跑外加遛狗，还要给姥姥家的猫当铲屎官。楚月瑶的生活从朝九晚五的工作狂，瞬间变得放松下来，甚至有些颓废。本以为会很不习惯，想不到竟慢慢融入这种生活。不经意间就在老家蜗居了2个月。瑶瑶，再有2天就是江家小子的28岁生日，你想好送啥礼物了吗？姥姥边喝茶边低声问。礼物？他竟把这事给忘了。楚月瑶忙拿出手机，想要从某宝给他挑个礼物，却被姥姥拦住了。网上买来不及，我看这样吧，你跟江家小子去市里一趟，在商场逛一圈，礼物不就出来了？姥姥，可是我跟他不熟，费尽心思的送礼物，不好吧？他也是懒得折腾。毕竟每天当米虫一样的生活已经刻进他生活里，不想为了取悦别人而为难自己。就在这时门铃响了。楚月瑶打开大门，竟是一身运动装的江靖宇。我想去市里一趟，你要一起吗？他正在犹豫，就听江靖宇又说，朋友要给我庆祝生日，我想买些东西好招待他们。我听奶奶说，你在公司是做销售的，也上过品酒课，能帮我挑几瓶红酒吗？好啊。既然都说到这份上，楚月瑶只能笑着答应。回家换一身衣服，就跟着他进城了。来到市里的大商场，楚月瑶先帮他挑好一箱红酒，直接填好单子闪送回家。正事办完了，他笑着说，你要过生日，我还没想好送你什么礼物，不如咱俩在这附近逛逛，你看着喜欢的，我送给你当礼物。
他脸红的点点头。就这个帽子吧，平常不想洗头时，他能最好的掩饰。楚月瑶见他喜欢，当即就付钱了，但在看到一旁柜台的一对袖口，就忍不住停下脚步，再问过价钱，就偷偷买了。毕竟江靖宇救过他一次，还没有正式的感谢，希望这个袖口能让他喜欢。回家的路上，楚月瑶将袖口送给他，帽子是你喜欢的，这是我送你的礼物，感谢你在火车站帮我。你怎么知道我爱穿西装？他摆弄着袖口，一脸的喜悦。你是职场精英，衣橱里少不了西装，希望你在养好身体后，事业能够蒸蒸日上。这个礼物我很喜欢。江靖宇温柔地抱他一下，两人就闪电般分开。你别误会，我只是太高兴了。除了奶奶外，你是唯一希望我过得好的人。都是邻居，互帮互助是应该的。那个，天色不早了，我该回家做晚饭了。楚月瑶转身要走，就听江靖宇低声说：瑶瑶，后天是我生日，你记得一定要来。好，我会的。生日那天，本来说好的，一家人在家里吃吃喝喝，可奶奶们怕吵，便让江靖宇带着朋友去餐厅，吃完饭还能唱唱歌，也省得在家太拘束了。瑶瑶，走吧。楚月瑶淡笑着拒绝，都是你的朋友和同事，我去有些别扭，怕你们玩得不尽兴，要不我回家陪林奶奶和我姥姥。奶奶们还有其他的活动，瑶瑶，这是我28岁生日，我希望你参加。好吧。想不到他们开车直接来到市里的会所，还订了最道的包间。等到楚月瑶走进去时，才发现里面早就被布置好了，金碧辉煌的装饰配上精心的布置，光是一眼就知道江靖宇的朋友对他的事还真是在意。再想一想自己，楚月瑶苦涩一笑，在社会打拼这些年，不仅把男朋友弄丢，连一个知心的朋友都没有，说不上可怜，却是有些伤感了。一个温婉女人凑近了楚月瑶，在她耳边轻笑地说：你好，我是江靖宇的朋友，叫娜娜，你是唯一被他带在身边的女人。你们恋爱多久了？我们恋爱？你可能误会了。娜娜朝他眨下眼，我都懂，现在他没有工作，被最信任的合伙人欺骗，你懒得跟他挑明关系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他是不会让你吃苦，有吃有房，有情调的生活，还是能够满足你的。楚月瑶苦笑地抿一口红酒，我自己有车有房，还真不需要他养我，不过你觉得他这么好，你怎么不追他？他是我哥的好哥们，我们太熟了，下不去手，而且我心里有喜欢的人，只不过他心里有别人，痛苦的三角恋，是不是觉得我很惨？偷偷告诉你，我被前男友绿了，跟你差不多。娜娜慵懒地把手搭在他肩膀，笑盈盈地说：我觉得你这人能处，以后我罩着你。好啊。楚月瑶想不到，在江靖宇的朋友中，竟遇到娜娜这样有趣的女人。乔娜，你哥叫你呢。支走了乔娜，江靖宇终于坐在楚月瑶身旁，因为不想她紧张，提议敬她一杯。瑶瑶，很高兴你能来。靖宇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楚乐瑶端起红酒杯，想要喝一口，却被他拦住。我们俩都喝酒了，一会儿怎么回家？你就喝果汁吧。果汁喝多了，他也觉得胃里撑得慌，想去外面透口气。谁料才刚走出包间，
就偶遇前男友了。楚月瑶本想装没看见躲开，就被前男友堵在墙边，一脸醉意地紧盯着她。瑶瑶，你让我丢了工作，是因爱生恨，正说明你爱惨我了，对吗？因为被他攥紧手，楚月瑶本能地想抽手，却被抱得进怀里。正在僵持时，江靖宇赶过来了，放开他。他眼神的怒意以及步步逼近的气势，让秦燕青竟松开手了。瑶瑶，我们才分开3个多月，你就有新欢了？不错，我跟他早就谈婚论嫁，而你早就成过去式了。楚月瑶绕开了前男友，来到江靖宇的身边，亲昵地拉住他的胳膊。靖宇，我们走吧。等一下。怎么？你还有事？楚月瑶冷漠地瞪着他，但攥着江靖宇的手却在微微颤抖着。他在察觉后安抚地一笑，别怕，有我呢。在被他鼓励后，楚月瑶突然踮起脚尖，在他俊脸亲一下。我知道你一直在我身边，守护我，爱着我。靖宇，有你真好。突来的表白让2个男人都震惊了，尤其是秦燕青，眼里透着火气。楚月瑶，你是故意气我的对吧？我早说了，你是过去式，不会让我多费一点心思，而你眼前的男人才是我现在最爱的。我以前不相信一见钟情，但现在信了。你早晚会后悔的。秦燕青撂下一句话，铁青着脸走了。见他走了，楚月瑶深吸一口气，握住他的手也识趣地松开了。刚才多亏你了，你要不来，我还真不知如何对付他了。他们都走了。他脸红地盯着他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也走呗。一路上，楚月瑶在专心开车，而江靖宇坐副驾驶座上，余光瞥一眼他，才轻咳一声地说：瑶瑶，刚才奶奶打电话告诉我，她和你姥姥去朋友家，所以让你今晚在我们家里住。你要是不愿，我可以去你家里住。他猛踩一脚刹车，车子停在路边了。我觉得吧，咱俩可以各住个家。家里停电了。他无奈地解释。听他姥姥说过，楚月瑶最怕家里停电，因为他觉得在停电的时候，家里的气场是最低的，通俗点说就是容易闹鬼。一听停电了，楚月瑶倒抽一口凉气。江靖宇，要不你跟我回家？好，我听你的。这是2人第一次住一个屋檐下，楚月瑶不敢睡，望一眼坐身旁的江靖宇，今天是你生日，不如我们吃点宵夜，漫漫长夜就这么坐着挺无聊的，你说呢？行，我听你的。楚月瑶从冰箱取出自己买的卤味，还有麻辣小龙虾，幸好存货多，随意挑几样吃的，就已经将茶几摆满。要不喝一杯？江靖宇笑着提议。也好，为了给你当司机，买的红酒我可以一口没喝，只可惜没带过来。他叹口气地说。我带了一瓶。江靖宇从一旁的袋子里取出一瓶红酒，还有一盒现切水果，让2人的下酒菜变得更丰盛了。果然心有灵犀。楚月瑶笑着举起红酒杯，微抿一口，贵的酒果然好喝。看你前男友走时的模样，貌似心里还有你。瑶瑶，你会原谅他吗？他漫不经心地问。其实心里早就忐忑了。我吧，就有一个毛病，好马不吃回头草。江靖宇，你要是被前女友绿了，还会原谅他吗？他歪头笑着问。不知为何，
平常能喝几杯红酒不醉，而他今晚才喝了1杯，就已经酒劲上头了。果然贵的酒都是精华。他直接摇头了。那还不是，你都不会原谅，我就更不会搭理他。江靖宇，我有点上头了，想在沙发躺一会儿。你睡吧，我在旁边守着你。听到想要的答案，楚月瑶满意的一笑。江靖宇，从今往后我就当你是朋友了。望着他蜷缩在沙发里，盖着毯子甜甜睡着的模样，江靖宇薄唇一扬的举起手中的红酒杯，仰头一口喝光了。今晚注定是无眠的一夜了，就不知何时他才能真正的拥她入睡。江靖宇毫无困意，回忆起儿时楚月瑶说过话，说等长大了一定要嫁给江靖宇，就不知儿时的话现在还作不作数。翌日清晨，早上的第一缕阳光正好照在他脸上，暖烘烘的，让楚月瑶慵懒地睁开眸子。不过是余光一瞥，就看到了正在健身的江靖宇，虽仅仅是后背，但完美的倒三角身材让他没出息的猛咽下口水。而他犯花痴的样子正好被江靖宇逮到，朝他温柔一笑：瑶瑶，你过来一下。哦。楚月瑶收起不该有的心思，假装淡定地走到他身旁。有啥事啊？他猛地低头，凑近诱人的粉唇，近在咫尺，眼看就要吻上他了，才又后退一步，轻笑地说：瑶瑶，你刚才脸红了。有吗？我可能是刚刚睡醒，所以才会脸红。对了，你到底找我啥事？他脸红地问。没大事，就是想提醒你一句，你昨晚说梦话了。那我都说啥了？他狐疑地问。江靖宇抿嘴一笑地凑近他耳边，轻吹口热气，才说：你说想谈恋爱了？不可能。他矢口否认，但脸颊却更红了。江靖宇望着他红扑扑的小脸，就心里一阵的躁动，俊脸不经意地红起来。楚月瑶发现他异常：你脸怎么红了？不会是熬夜生病了吧？他正要伸手摸额头，就被江靖宇躲开。我没事，那个我已经熬好米粥，你赶紧洗漱吃早饭吧。男人害羞起来也挺要命。看他转身要走，楚乐瑶情急扯住他衣角：你现在要去哪？不吃早饭了？我还有些工作要处理。他找了最蹩脚的借口：你不是辞职了，哪里来的工作要处理？江靖宇装淡定地说：我接了一个小活，挣零花钱而已。楚月瑶若有所思地点头，而等他再抬头时，江靖宇早已经消失得没影了。他无奈地一笑：还真是一个怪人。谁怪了？姥姥从外面刚回来，望着他衣着整齐的样子，眼神闪过一丝失落。还不是江靖宇做好早饭，非要回家忙工作。姥姥，你不是说他回家养病的，不是脑子有问题吧？他挽着姥姥胳膊，笑着问。姥姥慈祥地点一下他额头：那他是心虚了。瑶瑶，你不会跟他睡一起了吧？孤男寡女独处一夜，我就不该让江靖宇照顾你，简直就是羊入虎口。姥姥气得就差拿棍子，而一旁的楚月瑶只是淡淡一笑：姥姥，没到那步，我睡的沙发，他在桌子旁坐一夜。这么好的男人，那你得对他负责。啥？听完姥姥的话，楚月瑶眉头一皱：姥姥，我是您亲生的外孙女吗？就因为是嫡亲的，我想要对你未来负责。话说一半，
就见他趁机逃进屋了。老，我要去参加同学婚礼，出门几天。楚月瑶提着行李箱，是趁姥姥睡午觉才溜的。因为在外地，所以他决定坐火车。可没有想到的是，在车厢里竟偶遇了江靖宇。两人座位挨着，一见面，他热情地帮着拿行李。瑶瑶，你这是要去哪？参加同学的婚礼。你呢？是要去上班了吗？江靖宇摇头，要参加一个好哥们的婚礼。你不会也去南城吧？是啊，难道你也是？他笑着点头。那还真是巧了，想不到他们参加的同一家婚礼。晚宴时，新郎和新娘来敬酒，楚月瑶忙端起酒杯，就看到新娘凑近他耳边：瑶瑶，我刚刚看到你和江靖宇一起来的，你果然没给我丢脸，把最帅的男人给追到手了。我们是邻居，也是凑齐一起过来的。倩倩，祝你新婚快乐，早生贵子。新娘温柔抱一下他，你也一样，别因为失恋而再也不敢找男人了。放心，我才没那么小心眼。今晚多喝一杯，婚宴的酒可是我精挑细选的。好。送走了一对新人，江靖宇才意味深长地盯着他。瑶瑶，我要先回酒店了，你住哪里？我住斜对面。我也住那里。听他这么说，楚月瑶才觉得两人真是有缘，在这里大小的酒店有10几个，他们竟能找的同一家。回到酒店，楚月瑶刚要脱衣服洗澡，就听到敲门声，去开门，才发现是江靖宇。我听姥姥说，你快过生日了，这是我买的礼物。还有2月呢，先进来吧。走进房间，望着茶几上摆的好吃的，还有半瓶红酒。你有客人吗？没，就是无聊，自己在这喝点，要不你也坐下来喝点。以为是客套一下，谁料江靖宇真的坐下来，自顾自地倒一杯红酒。瑶瑶，你一定很奇怪，像我这个年龄的人，怎么会一直孑然一身？为什么呢？楚月瑶刚才喝了半杯，已经微醺了，这会看着江靖宇，竟意外地赏心悦目，有了想了解他的兴致。江靖宇讲了儿时的事情，就让楚月瑶听得目瞪口呆。你不会为了小丫头一句话，就痴痴等了20多年？江靖宇，你还真是令人意外，是不是很傻？楚月瑶见他伤感的样子，安慰地拍下他肩膀：傻人有傻福，你这么执着有爱，那个丫头没有回来找你，是她没福气，你值得拥有更好的。江靖宇眼神炙热地盯着他，那如果是你，还会等他？我呀，对男女的爱情并不是很痴迷，但也不是很排斥，就是那种随遇而安就行。如果真有一个男人让我惦记20年，我一定把他追到手，不为别的，就冲自己的痴心不被辜负，也不能让别的女人占便宜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瑶瑶，你会喜欢像我这样的人吗？他紧张地问。楚月瑶被他问得脸红，但还是肯定地点头。见状，江靖宇激动地一笑：瑶瑶，我敬你一杯，为我们都能如愿。人生难得圆满，但我希望彼此都能如愿。他笑着喝光杯里的红酒，却被他凑近在小脸亲一下：瑶瑶，我喜欢你。那你的儿时丫头呢？他苦笑地问。楚月瑶最讨厌插足别人感情的人，想不到今天的他竟也意外被卷进来了。就是你呀。我。江靖宇笑着凑近他，声音低哑地说：
我们是邻居，在上幼儿园那会儿，我还没有跟母亲去外地，所以整个童年时期是跟你在一起度过的。楚月瑶一时竟愣在原地，许久才挤出笑地说：哈哈，这是吃瓜吃到我自己身上了。那个，天色不早，不如咱们就这么散了。你忍心赶我走？他委屈地盯着他。那你留下来，我走。楚月瑶想要穿衣服走人，却被江靖宇扯住手。瑶瑶，跟你开玩笑的，我走了。瞅着他落寞离开的背影，楚月瑶就不再淡定了。在他要关门的瞬间，才说：江靖宇，要不你留下来？你确定？他脸红的点头。翌日清晨，楚月瑶微睁开眸子，正好与他对视了。许久，他才低声说：江靖宇，我们交往吧。好，不过我还要考验一下，如果今天我们能再遇到，就真的交往，不然就当是一场梦。好啊，我接受你的考验。从他的房里出来，江靖宇面露几分不舍。瑶瑶，万一不能遇到，你真就不要我了。楚月瑶被问得脸红了。我比较信缘分，如果是天注定的，今天凌晨之前我们总能遇到，或许一会儿吃个饭就碰到了，反正我不会躲在房里就对了。江靖宇温柔地抱住她，在颈子上亲一下，才不舍得走了。一整天，江靖宇从酒店出来，就直接去了附近的旅游景点。听说那里有鲜花饼，而玫瑰花饼是楚月瑶最爱的。他现在想投其所好，讨她的欢心。令人意想不到的，在山底下刚买完鲜花饼，江靖宇就被拉上观光车，说是山顶有一座庙，少男少女都去拜菩萨，可以保佑两个人一生幸福。江靖宇随着大队伍来到庙里，想着既来之则安之，就进庙里逛一逛。谁料竟在观音殿里看到楚月瑶，他也刚好拜完菩萨出来，两人四目对视，相视而笑了。你也来拜菩萨？他走近了才问。江靖宇递给他鲜花饼，我知道你爱吃，不知道这里的味道如何。楚月瑶拿一块递到他嘴边，我来时就吃了，甜而不腻，很好吃，你也尝尝。江靖宇尝一口，确实如此，只是吃一块就舍不得再吃了，眼神灼灼地盯着他。瑶瑶，我们终于遇到，那接下来的事交往呗。你等我一下。你要去哪里？江靖宇在他额头亲一下，才一脸兴奋地说：我去拜拜菩萨，让他保佑我们能一直在一起。听说这里的菩萨求姻缘很灵。那你赶紧的，我在树底下等你。望着他走进庙里，楚月瑶吃一块鲜花饼，竟觉得比刚才更甜了。只见过女人为爱痴狂，想不到男人痴情起来也挺让人惊讶的。楚月瑶嘴角微微一扬，她不是一个无爱不欢的女人，但在遇到江靖宇后，竟觉得能够遇到一个爱自己的男人，也是一种幸福。人生在世，很多时候都是孤孤单单，有个人陪在身边，宠你爱你，人生才不会变得太苦闷了。不知不觉，他们已经交往半年了。江靖宇所在的公司已经催他赶紧回来上班，毕竟快要到年底，业绩还没有完成，就等着他带大家再拼一把。曾经的工作狂人，整整休了半年之久，同事们都在偷偷议论，江靖宇一定爱惨了他的女朋友。而楚月瑶这边也在这时找到一份新工作，正考虑要不要告诉江靖宇，就接到他电话，
说是约在村头的小公园见面。下午时，楚月瑶来到约定的地方，看到他来，江靖宇笑着走近了，将一束鲜花递给他，才温柔地说：“瑶瑶，你今天真美。”他低头吻上粉唇，只是浅尝辄止，却让彼此脸颊都红了。江靖宇温柔地抱住他，凑在梗子深吸一口，才低哑地说：“瑶瑶，我们回城里吧。”“好啊，我也正想告诉你这事。等我们走之前，我想干一件大事。”他一脸紧张地说：“你说，我听着呢。”微顿一下，江靖宇才单膝跪地地望向他，手里多了一枚戒指。“瑶瑶，嫁给我好吗？你在向我求婚，我们才交往半年，会不会太早了？”“不早了，进城压力大，意味着诱惑也多。我想在那之前，牢牢地套住你。瑶瑶，你想要什么样的婚礼？中式还是西式？还是去国外办婚礼？哪个国家随你选？”楚月瑶抱住他窄腰，凑在薄唇亲一下，才笑着说：“只要彼此相爱，在哪里办婚礼都行。我想要嫁的是你这个人，至于婚礼的排场，那只是做给外人看的。江靖宇，你真的想好了，此生就要娶我？”他痴情地点点头。“江靖宇，你说一直惦记着娶我，那为何从未主动联系过我？还是我失恋后回村里，与你意外遇到了，才有了我们的开始？这未免让我有点遗憾了。”江靖宇凑在他耳边，低沉地说：“瑶瑶，我在你大学快毕业时，就去你们大学找过你，可你当时正在热恋期，我只能把心里的感情深埋起来。哪知你这段感情竟谈了2年之久。”他委屈地叹口气。楚月瑶凑近在薄唇吻一下，却被他抓回主动权，两人深情吻了许久，才听他低哑地说：“瑶瑶，我不想许诺任何事，只想以后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你而做。以后你负责对我好，我负责监督你。”两人相视而笑。从村里回到城里，楚月瑶是想，两人毕竟在2个极端住着，就没必要每天跑来跑去，真的累挺。江靖宇也赞同他的说法，当晚直接提着行李来投奔他了。在看到门外的男人，楚月瑶没有说话，直接扑进他怀里，吻过之后才笑着说：“江靖宇，你让我怎么说你？既然没得说，那就用做的呗。”他温柔地抱起楚月瑶，大步地走进卧室。从今晚开始，他们就正式同居在一起了，享受了半年的热恋时光。可任谁也想不到，2个人就要谈婚论嫁，而江靖宇竟然失踪了。在江靖宇失踪的第2个月，楚月瑶被父母安排去见了相亲对象。他心里本就不愿，所以刻意扮丑才去的。但在见到相亲对象时，楚月瑶竟惊呆了。原来来跟自己见面的，竟是她的前男友。楚月瑶想直接走人，却被前男友扯住衣角。见他冷眼地盯着自己，秦燕青松开手地说：“瑶瑶，你的事我都听说了，我的事与你无关。既然来了，就坐下来喝杯咖啡。瑶瑶，我是真的想跟你好好谈谈。”楚月瑶重新坐下来，就看到秦燕青主动地帮她点1杯咖啡，十分的殷勤，比起2人恋爱那会，还要懂得照顾她。只可惜迟来的爱，让人觉得廉价。楚月瑶淡漠地望一眼他：“秦燕青，你有话就说，我还一堆事呢。瑶瑶，我在分手后就已经后悔了，这次好不容易找到机会能跟你相亲，
我见的人是赵科长，你很明显是用了阴谋诡计。秦燕青尴尬的一笑，才解释，我给他一笔钱，他就把这个相亲机会让给我，可见他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男人。他说的信誓旦旦，而楚月瑶却被逗乐了。你说他不够好，那你背着我跟前女友偷情，就是好男人了。秦燕青，我只是来相亲，在父母那里凑个数，并不是真的要找男人。可就算我不好，那江靖宇就好了。他之前那么狂热的追你，到头来还不是一走了之，亏你还带着他送的戒指。瑶瑶，若说起男人变心，他才是最让人恨的了，连一个分手都没有，这样的男人更渣了。楚月瑶抿一口咖啡，没有分手，那就是还在恋爱中。秦燕青，想不到你也有当小三的潜质，只可惜我对你没兴趣了。他起身要走，却被秦燕青扯住胳膊，稍微一拉，想要将他扯进怀里，却被突然出现的江靖宇给护在怀里了。他突然的闯入，让秦燕青眉头一挑，江靖宇，你赶紧放开瑶瑶，你一个说走就走的男人，凭什么跟我抢瑶瑶？就凭我从来只爱她。话落，楚月瑶抬手给他一巴掌，眼神冷漠地看着他。你突然失踪，是被人绑起来了，还是被人关起来了？连打个电话、发个信息的可能都没有。跟我走。楚月瑶本能甩开他的手，江靖宇却直接扛起他来。两人离开咖啡厅，想要往路边的车旁走，却被秦燕青拦住了。你放开瑶瑶。江靖宇温柔将他放下来。楚月瑶看眼前男友，我们俩说话，没你啥事。秦燕青，你就别刷存在感了。瑶瑶，我是在保护你。你瞧他凶神恶煞的，指不定要伤害你。瑶瑶，你跟我走呗。秦燕青还想挽回他，楚月瑶却鄙夷的一笑。秦燕青，你才是我最大的危险。气走前男友，他冷冷地望着江靖宇，深吸一口气才说，你说吧，你真要我在这脱衣服？脱衣服？你要是想脱，我没有意见。听了他的话，江靖宇解开衬衣扣子，正要完全退下来时，竟被他拦住了。还是上车里说吧。两人终于坐上车，江靖宇轻身凑近，吻上她的粉唇，即便楚月瑶反抗，他依旧没有松开手，强制吻了许久，才听他低哑地说，瑶瑶，我这2个月总算是熬过来了。你说具体点。江靖宇当他面褪下来衬衣，上半身的伤口让他看得目瞪口呆，眼眶竟也湿润了。江靖宇，你不会被人贩子拐走了吧？我就说你不能对陌生人都好，还给一个小偷1万块，现在好了吧？被现实狠狠上一课了。我带你去报警。他刚要下车，就被江靖宇拉进怀里。瑶瑶，这是我爸打的。啥？江靖宇点点头，才继续说，我失踪的这2月，就是被我爸关起来了，想要我听他的安排，娶豪门千金，我抵死不从，就把自己弄得这副样子。瑶瑶，是不是很丑？他身上的伤痕，有些已经留下疤，让人不忍直视。楚月瑶捶一下他胸口，你傻了，都伤得这么重，还在意美丑？江靖宇，你可以假装答应你爸，再想办法逃脱出来，有必要把自己整得一身伤吗？他心疼的眼泪都流出来了。楚月瑶很自责，一直在埋怨他莫名就消失了，想不到才短短2月，江靖宇竟经历这么多，
他温柔地帮他穿好衬衣。你现在可以出来见我，是已经解决完了吗？他点头。豪门千金未婚先孕，还跟着情人私奔了。老爸见事已至此，再留我也没用，就干脆将我放了。我第一时间出来，就想着来见你，结果你竟在约会前男友。他委屈的脸色泛白了。楚月瑶捧起他的下巴，凑近吻一下薄唇，才一脸深情地说：江靖宇，你一走了之，爸妈那边逼我相亲，我是为了能够一直等你，才敷衍地出来相亲。你难道看不出来我现在有多丑？在我眼里，这都太美了。瑶瑶，我拿命在爱你，你能哄哄我吗？他憨笑地说。楚月瑶凑近吻上额头，接着是薄唇，随后是在梗子上轻咬一下，才满意的笑了。江靖宇，这样哄你，你可开心？若是还不够，那就只能开车门右拐。酒店还未说出口，他已经被江靖宇吻得心颤了。他们的美好才刚刚开始，可楚月瑶早已经沉醉在这份痴情里，再不想清醒了。全剧中，